1998年的这个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呢底下第211条文还有第233条文底下，它都有禁止制作、发布或者是传播任何淫秽、不雅、虚假、具威胁性或者是骚扰性质的骚扰意图的内容。那么安金种的这个少年，他是通过 WhatsApp 传了这些 AI 深伪的这一些淫秽的图片，他其实已经直接违反了这个法律的。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法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以这一个法律去起诉这样子的滋事者，这样子的加害者，他最高的刑罚可以被罚款5万令吉，监禁1年，或者是两者兼施。我们今天谈的已经不只是性骚扰这么简单了，它是一个刑事重罪。为什么？因为对象是未成年的儿童。如果青少年他犯错，我们可以教育他，但是法律它不可以不设底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几项法律。这几项法律里面，它提供给孩子、给儿童的保护。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阿 Joe， 你会不会觉得说最近的市场非常的混乱？一下子又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呢，这个特朗普他又对等关税啊等等的，真的让我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其实不止你嘞，我的 WhatsApp 群组每天都有人在问要不要清仓，要不要逃啊？这一波的这个关税战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伤脑筋。是的，讲到这个关税战我跟你讲，在6月14号呢，我们 BFM 财经有举办一场超猛的投资论坛那主题呢就是2025财经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那正好呢契合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个问题是这一次的这个财经论坛呢，我们请来了经济学家还有资本市场的专家，现场来跟大家一起分析全球的经济要怎么走，要怎么样子在这么乱的情况之下呢，找到赚钱的机会。是的，那么要赢过别人呢，不是靠喊救命而是要靠专家的策略没有错，要听到最专业的专家策略呢，就赶快来报名。地点就在 Grand Summit Level M1 的 Vertical。我去过这个地点好几次，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地点。那么6月14号名额有限，不要等到最后1分钟你才来后悔啦。那么报名的链接呢，我就放在这个节目的简介栏目当中，你点击呢就可以报名啦。2025财经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是由 Weibo Malaysia 荣誉赞助。你好，我是伟健。这一期的自由时事呢，我们就来聊聊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毒中的性骚扰事件呢。那么这起事件呢，是在4月初爆发，始于柔佛古来宽柔毒中那当时呢，校内有男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深伪 Deepfake 技术将女学生还有女校友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这些日常照片呢，伪造成不雅照，然后在聊天群组兜售这类行为呢，不禁让人联想到这个韩国的这个 N 号房的性剥削事件啦。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在全国就引发了一波校园版的 Me Too 浪潮越来越多学生呢，他们就站出来支持受害者，谴责这一些包庇的行为。那不久之后呢，一名校友他就揭露自己呢也是曾经被这一所学校的男教师性骚扰随后呢，宽柔新山也爆出有男教师性骚扰女教师。那么之后呢，即打即划毒中这一单更加严重一名男教师被指控长期系统性的性骚扰女学生，甚至开设群组发送不雅内容，并以考题诱使女学生和他性聊天那校园呢，本该是学生安心学习的地方，怎么如今却成了性骚扰的温床呢？那么当这一些举报被冷处理的时候，受害者还能做些什么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律师陈君儿来和我们深入聊聊这个课题。君儿你好。你好，伟健，谢谢您的邀请。好，君儿，那么首先呢，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如果是学生或是教师，他们在校园呢遇到性骚扰事件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先从和这几宗案件十分相似的，就是能发信息、影片这一些案例说起。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受害者该怎么做呢？君儿，首先我们要非常严肃的去看待这些所有的举动。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就是任何这种举动，只要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带有性意味的这一种，不管是言行举止，甚至有时候没有涉及到肢体接触的，它都可以构成性骚扰。
那么在2022年这个反性骚扰法令底下，其实非常清楚的列明了何谓性骚扰，也就是任何没有被同意的、不被邀请的，就是完全不受欢迎的这一种举动。可能是反复频密的发信息啊，这些所有的举动，其实它都可以构成性骚扰。那我们可以谈一谈几个经典的例子吧。我们可能可以讲一下，就是言语上的骚扰，比如说讲一些色情笑话啊，或者是发送一些淫秽的图片啊，这种其实这种骚扰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它就是一个 sexual harassment。然后当然是有非言语的，有甚至是有肢体上面，比如说反复的给人家挑眉啊，或者是长时间的盯视这一个人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性骚扰。然后也就是大家还有一个 category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直接有身体接触的，就是不被欢迎的一种触摸搓揉啊，甚至是就是长时间的握住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啊，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侵害性的一种接触。但是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案件中，其实它不只是性骚扰这么简单，因为它涉及的对象是未成年的女孩。当你讲到未成年的孩童的时候，法律对这件事情是零容忍的。所以涉及到的法律其实有好几项，我们可能需要先了解这好几项法律，看看到底这一些加害者他能够在哪一些法律底下被问责、被定罪啊？首先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也是最近这个柔佛州这个案件中，这个少年他被控的其中一个条文，就是第5条文，在这个2017年儿童性罪行法令底下。那这个条文呢，它非常清楚的说明了，任何这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淫秽的这些画面，其实它就算是儿童色情。大家要记住就是儿童色情不只是实际的图像或者是影片，它可以是绘画出来的，它可以是 illustrated， 它可以是 AI 合成的。但是 AI 合成它不是一个免责金牌哦。因为你说的这些对象是儿童，就算是虚拟的，它也算是儿童色情。然后在这项法律底下呢，它的最高监禁可以是判监30年，鞭笞6下。你没有听错，是30年监禁，还有鞭笞6下，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行。即便那一个就是加害者他是未成年的，也是同样。对，未成年的加害者，他的那个刑罚他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能因为他未成年嘛，在未成年之前，如果是有判监这样子的刑罚的话，他可能就会先被直放到未成年的一个拘留所。他的那个监狱是和成人分开的。可能在 Henry Gurney School。对，所以除了这一个2017年这一项法律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反性骚扰法里面其实底下它有一个仲裁庭，一个 tribunal。这个 tribunal 呢，它走的是民事的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受害者他除了可以去报案之外，除了是可以让警方去调查，以刑事的角度去调查甚至检控那位加害者之外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渠道，那就是这一个反性骚扰的仲裁庭。那么这个反性骚扰仲裁庭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其实要讲一点历史，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家的保护女性的这个政策很有关系，还有我们的节奏很有关系。其实我们在30年前马来西亚就已经签下了这个反对一切形式对女性歧视的公约。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1995年就已经签下了。但是接近30年之后，2022年我们才有反性骚扰法。然后这个 tribunal 这个仲裁庭听的第一种案件，其实在2023年才开始听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慢了好多年。对，我们拖很久，接近30年了。30年后的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好像把它当成新的一样，其实它一点都不新，只是在多年以前，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渠道让这些受害者他去申诉，他可能就只是报个案，报了案之后。不知道那个案件进展怎么样，完全不受他的控制。所以这个仲裁庭它提供的就是一个民事的渠道。那么仲裁庭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它可能指令这一位加害者，指令这个滋事者说，请他正式道歉，又或者是金钱上面的这个赔偿给受害者。他也可以，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可以指示这个加害者去接受辅导。如果这个滋事者他
不履行这些指令的话呢，那么他可以面对刑事的责任。All right， 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就是在2022年这个反性骚扰法令底下的其中一个渠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1998年的这个多媒体通讯法令。这个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底下呢，它很清楚的写明了，任何这一种造成别人不安的这种画面啊，这种内容啊。万一你经过了这些多媒体的平台，就是社交平台去发布了你刚刚说的在 WhatsApp 里面广传，甚至是要收费的，换取利益的这些这样子的举动，很明显的其实就已经触及这一项法令了的。那我说回刚刚那位少年，其实他在就是2017年的这一个儿童性犯罪法令底下呢，Sexual Offences Against Minor Against Child Act 底下呢。当他被控这一个条文的时候，就第5条，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20-30年监禁跟6下鞭笞的那个，他其实是已经否定了，他已经否认了他的罪行，就是他不认罪。OK， 但是如果啦，因为我在检控所里面上过班，所以我们其实面对这样子的案件，我们其实有很多种选项。就是检控方他其实可以选择以最高罪行的那个最高刑罚的那一个 section 去指控，OK 去起诉这个被告。但是他其实如果我们要说 low hanging fruit 啦，就是其实1998年的这个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呢底下第211条文还有第233条文底下，它都有禁止制作、发布或者是传播任何淫秽、不雅、虚假、具威胁性或者是骚扰性质的骚扰意图的内容。OK，那么案件中的这个少年，他是通过 WhatsApp 传了这些 AI 深伪的这一些淫秽的图片，他其实已经直接违反了这个法律的。所以如果我们根据法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以这一个法律去起诉这样子的滋事者、这样子的加害者，他最高的刑罚可以被罚款5万令吉。监禁1年，或者是两者兼施。如果他是重犯的话，那个罪行可以更加严重。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熟悉的刑事法典，刑事法 Penal Code。在 Penal Code 底下，第292条文还有293条文也很清楚的说明了，当你涉及销售或者是分发这种淫秽、色情的内容，你不只是拥有哦，就是如果你拥有，你也去分发的话，那个就罪加一等了。但是只要你手机里面存有这些色情的内容，其实也是违法了。那么如果它涉及的是未成年人的话，那么在293条文里面呢，它是更加严重，它是强制监禁的。柔佛州的这个涉案的少年呢，他其实也在被这个条文底下被控292A， 但是他已经认罪了，就是他承认手机里面有这一些色情的内容。那么我这边想要提到的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谈的已经不只是性骚扰这么简单了，它是一个刑事重罪。为什么？因为对象是未成年的儿童。OK， 如果青少年他犯错，我们可以教育他，但是法律它不可以不设底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几项法律。这几项法律里面，它提供给孩子、给儿童的保护。好的，那么俊呢，我们先回去这个课题，因为如果有学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第一个 SOP 呢，他们就会去找老师、训导处。是，不过很可惜的，我们看到这几宗案件呢，多数都是被冷处理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是遇到被冷处理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身为学生、身为受害者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唯有诉诸法律途径了，对不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再 backtrack 一点，我们再退一步，再想，我们先去到第一个步骤应该做什么。其实这些中学生，我们说这些儿童，他能够做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就是不能够沉默。他必须要告诉他可以相信的大人，可以是他的家长，可以是学校里的老师，可以是辅导员 ，OK， 可以是训导主任。为什么我们一定不可以让他儿童沉默？是因为我们的沉默、儿童的沉默、家长的沉默、大家的沉默，其实就是给这个加害者最好的庇护伞。对。然后第二步，一定，其实就是要报警，一定要保存所有的证据，然后去报警。所有的截图啊，包括时间、日期、地点，所有的短信内容啊，所有的对话的记录啊，只要是有的话，都必须要马上截图，留下证据。因为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刑事调查的时候，甚至是刑事的检控的时候，这些证据 evidence is everything，
这些证据会说明一切。是，所以一定要先收集这些证据，然后家长要带着孩子去报警。可君如果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很多有可能就是那种加害者，他会在校园范围他们会突袭，就他们知道哪一个地方是没有 CCTV 的啊，人比较少的地方，他就趁机下手了。那个时候没有证据，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直接证据 direct evidence 的情况之下呢，其实这个受害者他要做的当机立断，马上要做的就是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他必须要制造更加多可能有留下目击证人的这个机会，就是让别人有机会看到这个事发的过程，或者是事发过后马上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可能这个受害人他是惊恐的一个状态，他是完全恍惚了、恍神了的状态，就是 immediately after， 就是马上那个刑事发生了之后呢，这个受害人他的状态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可靠的、非常有力的支持的这些证据来的。对对对，好的。那么其实我们来追溯一下，就是如果是遇到这种被冷处理这种情况，其实校方是不是应该要负起责任呢？因为很多人就说，有可能会把责任推卸给这个受害者，说受害者不洁身自爱，这种很荒唐的这种说法，校方是不是应该负起责任？我们先说这个。校方，我想要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校方一定是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只是单单看，你不要看那是什么学校，是私立学校也好，国际学校也好，就是我们的 public school 都好，其实只要是学校，学校不只是灌输知识的一个地方，不只是教育人的一个地方，它也是孩子、这些儿童、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的监护人。对，所以其实它是存有义务保护孩童的这个责任的。所以当这些学校他如果是遇到了这些申诉，他不去处理，他冷处理，他漠视，甚至包庇的话，这些其实孩子或者是他的家长都能够起诉学校，他其实是可以构成一个法律上的责任的。就是大家都听过民事的疏忽嘛，就是 tort of negligence。是，其实当学校他对孩子的这个监护的这个责任他没有履行的时候，包括让孩子受到这一种侵犯，各类的侵犯，可能是直接的肢体上面的骚扰，或者是这一种在网上的这一种霸凌也好，这一种就好像在很不幸的最近发生的这些深伪的这种 AI 合成的淫秽的内容的事件来看，其实学校都有责任去保护孩子，保护这些学生，所以一定是有责任。那么在教育法令底下呢，如果这是公共学校就更加不用说了，他绝对是有这个义务跟法律上面的责任，是在管辖之内的。对，是在他的管辖之内的，他必须要保护好学校里的学生。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有责任，免不了责任。好，那么如果是独中的话，因为独中其实它不受教育部的管辖，对不对，君儿？独中其实也是学校，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是一个 institution， 就是一所学校，它不管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国际学校、私人学校、补习中心，所有教育机构都好，所有教育机构好，其实就好像我讲一个法律上面普遍已经被认定了的这一种关系跟责任，就是比如说医生和病人，医生对病人要负责任，对不对？对或者是律师和客户之间也是有一个责任，对不对？但是学校呢，学校对学生，我们就因为这个学校的性质不一样，就说这个学校对这个学生不用负那么多的责任吗？是。这个这样子的讲法是不正确的，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参考这一个 tort of negligence， 是民事疏忽的这一块，因为这个儿童还有他的家长其实真的可以对校方采取法律的行动的，对，就是可以起诉校方。其实对，因为我们把孩子送去学校，就是学校就是要扮演这个照顾的这个角色嘛，对不对？对。那么接下来呢，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遇到投诉无门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说我可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法律行动，种种的这种行动我们可以做了。那么有些人就我们回到去之前，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因为很多人他们投诉无门的时候呢，他们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有截图，他们有证据，不过他们又不去报警，他们反而去在社交媒体曝光这个事件。你们知道吗？什么 X 学校遇到什么 X 事件呢？这个 X 先生什么什么，你觉得这种行动是对的吗？就我在社交媒体曝光这起事件，其实如果他有先去报案的话，
他在法律上面有为自己先负责，就是说我现在是这件案件的受害者，然后我要让那个加害者绳之于法的话，要将他绳之于法的话，其实一定要去报案。OK， 因为你要先履行这个责任，然后你才有那个底气去说，哎，我已经报了案，然后但是现在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或者是检控方又或者是调查方没有给我一个清楚的交代，那我才去做这件事情，那合情合理。但是在没有去履行这个责任，就是没有去把这件事情通过正确的管道，也就是去报警，去联络，去通知这个检察方，然后就马上去做了这个举动，放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话，其实它就变成就不是太合理了。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些罪，这些这样子的行为，它就是构成犯罪。那你不去举报他，你却在社交媒体上面去散播这样子的信息，其实我们要问的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想要有更加多人知道，然后从那里去制裁这个加害人吗？还是其实我们应该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让他得到应有的制裁？这个其实我们要问回自己，我们就是那个发布这个信息的人，我们在想什么？所以正确的那个方式一定是要先去报案。然后我也认为说，学校其实他不能够只是走 SOP， 不能够只是说，哎，我按着程序跑了，我的这个学生对他有这一个申诉，他报案了，他也跟就是校方举报了。但是我认为说，这个不是程序的问题呀，是态度的问题。首先，为什么那个孩子认为他不相信学校，他不能够把他的申诉很直截了当的跟老师说，对校方说，是基于一种不信任，基于一种恐惧，基于社会对受害者有另外一种看法。可能我们听说的就是觉得说是这个受害者自己自找麻烦，对这种事情很多这样子说，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聚焦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学校可以怎么样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制度，让孩子能够安全的、很透明的，甚至是匿名的方式去申诉。然后呢，更要确保有负责的单位，有几个专人，他能够快速的合理的时间里面马上去调查这个事件，然后在调查了之后，这一位加害者他必须面对迅速有力的纪律行动，然后有了纪律行动之后，我们还要确保这个受害者有支持的系统，他在心理上面，在法律上面，在学术、在教育方面，包括辅导员的支持啊，包括老师他要跟进啊，包括就是我刚刚说的，一定要让他在心理上面受到保护，因为很多时候这一种伤害，他可能就是过了，大家以为纪律处分解决了，或者是被调职了，或者是警察办了案就结束，草草结束，但是其实那个永远的伤害已经留下了，对孩子，他是永远的。对，这个我们必须要正视。所以后续的辅导也是很重要了，对不对，君儿？后续的辅导，还有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学校他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去处理。如果你认真的处理了，孩子得到了保护，才能够守我们的校园真正的安全。那么君儿，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纵观过去这几个读中性骚扰事件，你觉得他们有认真处理吗？我觉得我们从大众的舆论来看，很明显的是没有啊。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处理这件事情，没有尽责，才会引起社会这么大的这个反弹跟反应，才会引起这么多人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要去审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制度出了问题，但是人在处理事情的态度上面也出了问题。全球资本正面对强烈乱流，你应该选择观望还是逆势出击呢？ BFM 财经首次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集合国内经济学者与投资专家，深入剖析2025年下半年全球经济走势，掌握美股与马股的布局关键。2025年6月14号早上8点，地点就在 Grand Summit Level M1 The Vertical， 报名链接就在节目简介中，现在就报名参加，一起逆势而上。2025财经投资论坛是由 Webull Malaysia荣誉赞助。那么君呢，其实说到这个机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校方其实它要有一个很完善的机制去支援我们的这个受害者，是不是？可是呢，当遇到一些特别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那个加害者是被污蔑的话，
怎么做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渠道刚刚说的，在一个加害者被面控之前，他必须要完成一个完整的刑事调查。好，那么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这个加害者是完全有机会去在被审讯的时候，在被盘问的时候，在被警方调查的过程当中，去把所有他所知道的事情跟情况都交代清楚。然后如果他真的是面控的话，他也有在法律的管道上面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为自己辩护。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刚刚提到的那个仲裁庭嘛，就是那个 tribunal，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让这一个所谓的被告或者是加害者去解释，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双方都可以去，对，它是公平的，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如果真的是有人去污蔑他的话，那么其实污蔑的话，就表示说第一个报案书就是假的咯。报假案也是刑事，也是犯罪，对，也是犯罪。所以就是要看谁在犯罪咯。他是去报假案算是犯罪吗？还是他污蔑别人的名声？他其实有刑事的污蔑人，也有在民事上面的污蔑别人。所以他其实这个被害的人，他就是被污蔑的那一方，他其实也要为自己采取法律的那个行动。所以最终怎么样都好，都是校方，你建议的就是校方他们不要自己内部进行调查，一遇到这种问题立刻报案，交给这种执法机构去处理是最好的。而且我认为应该是同步处理，就是同时也要报案，同时也要调查，也要去把来龙去脉理清。对，然后甚至把来龙去脉理清的时候，校方还可以协助警方去调查这个案子。好的，那么其实君呢，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其实你觉得就是好像遇到这种问题，很多人就会说，我们的那种性教育我们要加强，是不是？性教育要加强。然后过后，事件爆发之后呢，我们看到也是有人停职，校方就说要建立这个完善的这个教师行为规范，还有性骚扰的这个防范机制。可是他们没有交代细节，你觉得他们需不需要向公众做出一个很好的交代呢？在这一方面，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说，我会采取行动，可是后续是怎么样？我们公众我们不知道了，绝对是需要的，一定要透明，因为这样子的，不然我们有这个调查的过程来干嘛？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调查结果是什么，对不对？然后要把这个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才对。那其实我们要说的这个性教育这个部分刚刚我们其实有短短的去提到过说，受害者就是错的那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对，我们有讲过，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而这样子的言论其实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在说这的是孩童，难道如果那个孩童他把照片放多了他或者是他的衣服别人对他评论的时候，就是他的错吗？就是你侵犯他的一个理由吗？对，大条理由就可以侵犯这个对象吗？其实这个我们真是要搞清楚，这种边界要画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个受害者他就是有错的话，其实对他来说是2度的伤害。就明明受害的是受害者，却被指责照片放太多，衣服穿太少，这样子的言论其实不单只是很荒谬，它也是这些我们纵容、我们庇护这些加害者的一个温床。什么封建社会还有这样子的？对，所以如果校方以这种言论来推卸责任、来敷衍的话，其实是完全不能够被接受的。我们真的是要完全反对这种方式、这种形式。而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学校它一定要把这个机制搞妥。它不只是在法律上面有责任，它也必须要在学校里面 introduce 这个 SOP。怎么说呢？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制度改革。首先，一定要教育，其实不只是校方家长们也需要受到这一方面的教育。对，因为所有的教育在孩子去到学校之前，他在哪里受教育？家长在家里啊。对，所以如果家长没有为孩子从小就已经灌输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行为，什么是不被接受的行为的话，那么孩子去到学校，我们是自动的认为说，孩子去学校就是学校的责任就是把我的孩子教好，这样子的说法也是很不负责任，就是在推卸责任。对，所以其实它是同步进行的，家长也好，老师也好，行政也好，
学校里面的辅导员都好，学生都好，其实他们都要非常的清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不正确的行为，什么是违法的行为。就比如说用 AI 合成这一种不雅的内容，这个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犯法的。那个孩子知道吗？可能他真的是不知道。他犯了这样子的法，然后以为大家都可以说，大家都会说，哎呀，少年嘛，无知嘛，不知道玩这种 AI 的这种东西，玩玩而已，对，就都是 AI 的错了，不是我的错了，这样子。但其实很清楚的，我们要知道，就我刚才提到，少年犯错，我们可以辅导，我们可以教育他，但是如果真的是触犯了法律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容忍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在给孩子年轻的一辈释放这很不健康的这个讯号。对，就是说只要是科技介入的话，人为的这个部分就能够减少了吗？对，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机制，第一就是安全的然后甚至可以匿名的一个机制。其实我建议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要，你知道我们有 Cybernania.com 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去确认到底这个是不是假新闻假消息的话，我们可以去 Cybernania.com。我建议其实我们可以也有一个这样子的系统，让孩子直接或者是家长直接就上网把这个事情放上去，就是申诉，就是放上去这个网上，然后直接通过这个渠道，让几个单位，我的建议是让教育部，让可能妇女发展部，让福利部几个单位一起去管控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能够避免学校有可能因为要保住名誉或者是形象而去冷处理这样子的案件。这个其实也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很透明的、很公开的一个平台，因为它是第一是免费的，第二大家都在上网嘛，他们其实很容易就能够把这样子的案件搬上台来，让有关的单位可以介入，可以去调查，吹哨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对，其实可以这么做，我认为非常好。那么君呢，其实我依你刚刚你说的，就是你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都要负起一个共同的责任，遇到这种情况，不只是单就是加害者的错而已，其实每个人都是要负起一个责任的。延伸说一下，家长其实应该要怎么做才能灌输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嘛？是这个，我们就今天我们谈了很多的法律，但是你问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自己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真的是认为说，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从小就做起。不谈法律，法律给我们设了很多的边界还有界限但是在家里面，其实家长就已经有责任去给孩子立界限了。怎么说呢？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啦孩子出生的婴儿嘛，对，但很可爱嘛大家都想要搓一搓揉一揉捏一捏这样子。对阿公阿妈也来，阿姨舅舅全部都来，要撒羊要摸包还是什么？要吻要抱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在侵犯这个孩子的边界，他完全没有力量说不。但是我们从小就已经打扰了他们这些边界。当我们打扰这些边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潜意识的告诉这个孩子说：“妈妈爱你哦，阿妈爱你哦，阿公爱你哦。”但是阿公阿妈爱你，搓你捏你这些这样子的行为也是爱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那么孩子他就是带着这样子的一种模式，他觉得是正常的，去到学校，进到社会，然后被人家侵犯了边界之后，不知不觉或者是后知后觉，又或者是这些孩子因为边界模糊，就变得他就变成了那个侵犯别人的那个人。所以家庭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其实如果家庭的教育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就算有再完善的法律都好，都已经是太迟了，因为悲剧已经酿成了。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申诉平台，我们可以建立刚才我们说的全国线上的平台，我们可以有法律的渠道，我们甚至可以有这个反性骚扰的仲裁庭。但是任何的这些后来补救的这些举措都不及家庭教育的那个重要，都太迟了。最重要是我们要从起点做起，是不是？是很重要。君儿，接下来我想要谈的就是，其实你觉得以我们马来西亚目前的这个法律、司法体制、司法这种现有的法律，你觉得是足够的吗？面对这一种性骚扰的这种问题？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就是马来西亚它签署了这个一切对女性歧视的这个反对一切形式歧视的这个公约之后呢，我们其实有了很多的法律。
我们也在过去这几年，我们逐渐看到了很多的法律都落实了，也都开始实行了。我们的法律其实蛮完善的，是我们的执法，还有我们看待这些案件、这些事情的态度需要改变。因为法律既然已经完整了、完善的话，那么其实为什么还会有出现这么多问题？为什么好像还有很多 gaps，还有很多坑坑洞洞，我们需要去看的，是因为执法人，比如说我们在调查一个儿童被性侵的一个过程，那个就是访问那个儿童的那一个，比如说那个警察，他有这一方面的知识吗？他首先他自己先了解这个法律嘛，或者是他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在考虑到孩子全方位就是他的心理、他的生理层面的那个情况底下去执行他的这个责任？因为孩子已经受过伤害了嘛，那个时候。对。然后去到法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机制非常完善的。我们有说到，如果是孩子那个证人是儿童的话，他是有特别的程序的，他并不在公开的法庭里面，他是 closed door 的，他一定是在可能在视频的一个方式，由法官去问那位儿童到底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制度就是那个程序还有法律都已经有了，问题是在于我们面对这些制度跟法律的时候，我们是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是觉得说，我们走完程序就算了吗？我们就是照着这个程序跑了就好了吗？我们制造的那个伤害，可能因为在走程序的时候，我们的那一种冷漠，我们的那一种不敏感，或者缺乏这种敏感性，而对孩子造成2度、3度的伤害。所以我认为说，法律简单的理解就是法律已经有了，只是很少人对这个法律有更深一层的那个了解，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执行这个法律，以便这个受害者他真的是就好像我们当初要颁布这个法律的情况那样，真正的受到保护，真正的让那个加害者被绳之于法以外，也要让这个孩子获得持续的支持。这个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要聚焦力量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好的，非常同意啊。那么根据君儿所说的，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很完善的法律机制，遇到这种情况采取行动报案，当然防范也很重要，从家里做起，家长一定要灌输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边界意识给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是不是？好的，非常感谢君儿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哦。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我们下一期见，再会。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